官僚所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自由制，要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靠的手，靠太阳。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刚才那段影片大家看到了，是12月26号，就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的当天，在湖南韶山的毛泽东铜像广场上的一幕。很多的民众来到这里怀念毛主席，他们的口号我们今天听起来蛮有意思的，说要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了今天共产党搞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缺少社会主义理想所描绘的美好蓝图，包括人民当家作主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同时还有全民福利。而今天中国以社会主义标准来衡量的话，甚至还不如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来反对今天的所谓修正主义就是邓小平搞的这个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引入外资对吧？导致了中国贫富差距。对于社会主义来讲，他们更强调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而资本主义强调的更多的是自由而不是平等，虽然也要兼顾到平等，但是相对来说更强调自由，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自由，这个社会才能够进步，人们才能够有衣穿有饭吃，这是实现平等的基础。平等不是绝对的物质上的平等，而是机会上的平等。但是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有的人他能赚大钱，有的人赚不到钱，对吧？资本主义社会一定是不平等的，但是这种不平等是物质上的不平等，是绝对意义上的不平等，但不是相对意义上来讲的。相对意义上来讲，至少你们都有相似的或者是平等的机会，只不过这个社会是一种竞争关系，所以就导致有些人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但是这个国家给了人民条件，让他们能够充分的发掘自己的潜力。所以我们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和现实的成就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至少是人类实践过的所有的主义理想制度当中最不坏的那一个。不过这些年轻人，在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读了点这个社会主义的著作，或者是马列主义的著作，就真的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天堂。为了实现这个天堂，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可是过去中国不是没有实现过，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今天这些年轻人，至少从影片当中看到有不少是年轻人，大多数的毛粉支持毛泽东的、怀念毛泽东的都是中老年，毕竟他们活在那个时代。但是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他们也怀念毛泽东。我们应该理解，就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被这个社会抛弃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你还至少有自由，你觉得你有机会，但是在中国连自由都没有。现在经济一塌糊涂，对吧？就业压力巨大，年轻人的失业率现在都不敢公布出来了。所以说这些年轻人他们走投无路但是他们的这个知识水平有限，他们能够寻找到的 alternative 替代的制度就是马列主义了，就是过去他们学到的那个实现一个共产主义天堂。他们觉得那是一个应该走的道路。当然了，我们认为这个道路是绝对错误的而且经过实践证明，它只会带来灾难，只会带来惨痛的教训。但是今天这些年轻人站出来反对共产党，这本身我认为是值得鼓励的。虽然他们要实现的那个目标我们是不认同的，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实践的话，一定是一塌糊涂的，一定是人间炼狱。但是他们愿意站出来反对共产党，我们应该支持。至少你现在有了反抗的勇气和动力，但是也要对他们有提防。就像当年让我想起来了，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对吧？当年就是李光耀跟左派的马列主义者一起来共同的对抗英国殖民者，最后他们真正的建国了，建立了新加坡之后，李光耀立刻转脸把所有的那些新加坡的左派政党全部消灭掉，要不然抓起来，要不然驱逐出境。他知道让这些人掌权了，新加坡一定是完蛋的。在冷战当中，他们一定是站在苏联、中国这一边的，是吧？一定是跟欧美为敌的，新加坡就绝对没有机会发展，新加坡必然是一败涂地，你没有任何机会的。最后的结果证明了李光耀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李光耀背后也有欧美阵营的支持，因为他们不希望共
共产主义阵营这个红旗插遍全球，渗透到整个东南亚，所以也要支持李光耀，支持新加坡。新加坡就建成了一个亚洲的金融中心。当然，你说李光耀是不是某种程度的独裁，那就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他实际上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新加坡不会有今天。但同时，他又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元素，比如说全民住房、全民福利。但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香港，就是完全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比新加坡更彻底的资本主义。实际上这条路也走得不错，直到现在被共产党统治之后。但是别忘了，他们有非常明显的共通之处，就是成为亚洲四小龙，就是当时崛起当中的亚洲四小龙，4个发达国家或地区，他们都有个共通之处，就是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司法独立，经济自由，政治上也多多少少进入到民主化进程当中。所以说，打着马列旗号反对今天的共产党，本身这个旗号是有问题的，是缘木求鱼。但是他反对共产党这个本身的做法，我觉得是正确的。如果共产党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你不能给人民自由，你就应该下台，对吧？所以推翻共产党这个事情本身我们是支持的，但是他们的理念我是不认同的。就像是法轮功支持大中华主义，他们宣扬的中华传统文化，我认为这就正是中国陷入到这种专制统治的其中土壤之一。你只有了长期的专制文化思想，你才会接受专制大一统，你才会接受党国体制。另外他们的教义当然我也不相信了，虽然我不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但至少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英文叫 agnostic。 但是我能够做到的是求同存异。我们是有分歧的，但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可以先搁置分歧。只要共产党这个专制政权没有倒台，我们自己互相就吵翻天，并不是好事，而且也给全世界看笑话。人家觉得你中国来的人都这样，这么不团结，凑一起做一个事儿，还没2句话呢就吵起来了。好，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你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有这样的思想意识，反对的意识，我觉得是很好的。虽然他们的理念我是坚决不赞同的，我觉得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根本不了解毛泽东在历史进程当中的作用和地位。之前我发了一个公子精选，就是我的重播的节目，那是我在3年前讲毛泽东的那期节目，大家可以去找前2期的这个重播的节目去看关于毛泽东的生平。虽然我介绍的不是很全面，但是有几个重点，我相信这些年轻人肯定是不知道的，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也不会挥舞毛泽东的大旗来反今天的共产党了。那么至于说到今天年轻人现在逐渐思想的觉醒，至少他们有反抗的勇气和动力，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虽然我不期望他们任何人会推翻共产党，但是至少在共产党倒台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毕竟墙倒众人推嘛。最近有一条消息也很有意思，是中国格力电器的老板董明珠，他最近批评了一个年轻人，曾经给他当过助理的一个小女孩，说他作为秘书连文案都不会写，而且还借格力的平台去当个网红。他说完这个话，遭到了很多的网友的痛骂，就是你这么一个大老板，然后你去跟一个秘书较劲儿，而且这秘书已经离职了，准备留学了，你跟他较劲儿，然后骂他，这是非常没品的事儿。最近他又说了一句话，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在格力的会上说，没有国哪有家。所以我们格力电器要用军人的文化来要求我们每个人自己，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国的一分子，国家的强大我们才能够安宁。如果没有国，哪里有家？没有家，哪里有我们企业？没有企业，何谈我们今天能坐在这儿开会？其实这个话题我记得我过去节目也提到过，没有国哪有家，这是一个洗脑的口号。而董明珠是一个商业人物，他做生意的，为什么要去谈没有国哪有家呢？这是拍共产党马屁吗？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是，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因为出于商业利益，就是他现在卖空调可能卖的不太好，毕竟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么差，空调卖不出去他着急啊，怎么办呢？他就把空调他的格力电器要跟爱国绑在一起，所以他讲了说，买格力制造格力就是为着国家在奋斗。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都在干这个事儿，你要买国货，这是爱国的表现。正好我们就是国货啊，不要买我们的竞争对手这些外国的产品了，买我们这个国货。这是华为把这个头给带起来的，对吧？所以后面很多的企业，包括一些这个服装企业啊、运动品牌啊，全部都把这个爱国作为一个营销口号。
现在格力也加入到这个阵营当中。这段话他给放在了自己的个人账号上面，全网广播啊，给所有人看。这难道不是想让消费者去买他们的产品吗？但是没想到翻车了，底下的留言都在骂他，很多留言说这句话根本是扯淡。什么叫没有国哪有家？你认为这个先建立一个国才出现家庭吗？明明是先有家庭，逐渐形成了一个国家嘛。应该是没有家哪有国，而不是没有国哪有家。这是一个逻辑顺序问题，但是很多中国人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这么教育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爱国爱党，说没有国哪有家，对吧？这个话觉得是真理，就不会去思考它这里边的逻辑错误。谎言重复1000遍就变成了真理，所以他居然拿这个作为标题。结果没想到现在中国的网民不像过去了，没那么容易被洗脑了。很多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毕竟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对吧？很多人接触了新鲜的事物，然后慢慢的培养出自己的思考能力。所以看到这句话根本不买账。我们看几条下面的留言说，本来就是没有家就没有国，先有的家，家多了才成了国。没有国的时候也存在家庭家族啊。一般说没有国哪有家的时候，就是要牺牲你的利益的时候了。请董大姐解释一下楼市暴雷、烂尾楼、空置楼背后的底层逻辑，解释一下家国情怀。董小姐是高大上的，但她没有考虑到芸芸众生的感受。老董急着表白，可能快出事啊！他是国企领导，上下5000年，国换了几个了？哪个国没有家的？先有长城还是先有砖？先有沙漠还是先有沙？国是你的国，家是我的家。忽悠别人爱国，自己奋斗为家。没有砖头能有房子吗？可见这届网友已经不好骗了，带节奏带风向不好带了。不过这几下我还是要说，有很多的网友在支持这种说法，还是有很多人在力挺董明珠啊，而且他没有办法用逻辑来反驳，怎么办呢？他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民家有了，国呢？以色列不就是利用国碾压一个个巴勒斯坦家吗？其实这些网友他们的留言是在偷换概念，因为本身我们谈论的没有国哪有家是一个逻辑问题，没有国当然可以有家，对吧？这句话是逻辑错误，但是很多人偷换概念，把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国有没有实力，能不能保卫这个国里边的家庭，这不是偷换概念吗？这完全是两回事儿。首先我们要批判没有国哪有家，这是错误的，没有国当然可以有家。至于巴勒斯坦问题、中东问题或者是什么其他地方的问题，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儿，跟这句话没有关系。有的国军队实力很强，它可以保卫这个家，但是这种保卫也只不过是对外的保卫。可是一个家庭如何保卫自己，不受到这个国的侵害，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在中国情况往往正好相反。今天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不管是城管，还是强拆，还是毒奶粉，还是假疫苗，还是雾霾，还是删帖封号，吃不起饭，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没有一样是境外敌对势力害的，对吧？所有的事情是你们自己内部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说很多情况是官老爷当政的拥有权力的人对普通平民的迫害。没有国哪有家，说这话的目的是让我们牺牲家庭的利益去保护这个国。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保护家庭的利益，只有保护了家庭的利益，每个家庭都得到保护，这个国才能得到保护。难道不是这样吗？要求人们牺牲家庭的利益去保护这个国，可是保护国的目的何在呢？保护国的目的不是还是为保护家庭吗？所以当家庭的利益得不到保护，那保护这个国有什么意义呢？国家是一个大共同体，这个大共同体是由无数小共同体组成的，所以根本问题还是要保护小共同体。美国军队去打仗，他们的口号是什么？为了捍卫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美国家庭的利益，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能不能自由快乐的生活。他们的目的不是保护一个国家，国家只不过是一个虚的概念，是一个大共同体概念，实质是要保护每个家庭。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国哪有家这种说法，你就会知道这是一种专制思维。底下有个留言就应和这句话，说只有我觉得正确吗？一切优先国，团结就是力量。其实这里边蕴含着就是谁拥有这个国。如果这个国是由一小撮既得利益统治阶层所代表的，其实这个国就等于是当权者，那就变成了普通人和当权者谁的利益优先？当权者的利益优先。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说这个话的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人，我估计是普通人，对吧？那这不显得很可笑吗？自己做了奴隶还不自知，还要团结在奴隶主的周围，所有的利益优先奴隶主。就是因为有这种思想，所以中国上千年都是专制社会，
到今天为止，到21世纪了，还是党国独裁体制，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种想法也是国家不断的灌输下来的，所谓的集体主义精神，所谓的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放在一个小团体内部是没问题的，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它如果用在组织，对于组织外的所有人的统治，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是专制了。本身一个团体你要干什么事儿，你当然要团结，不团结你就是一盘散沙，这个毫无疑问。但是你用在国家的统治上，你讲这句话，这不是独裁专制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总之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在毛泽东广场上反对共产党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那群人，还是今天在网上去批判没有国哪有家的这些网民，这都让我们感到一丝欣慰。就是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实际上思想已经不像过去一样，中共的洗脑对他们产生不了太大的作用，他们可以突破牢笼，可以有独立的见解，可以有批判思维，他们在越来越严密的思想控制和舆论管制下在寻找突破口。虽然这些人并不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但是这群人的力量将会在共产党倒台的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